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什么重要事儿呢？说《西游记》是谁写的？要说这叫什么重要？这小学课本里头，后来中学考试的时候都说《西游记》吴承恩著啊，那肯定是吴承恩了。但是今天我要跟大伙儿说，这吴承恩著啊，可不是历史根据，因为现在公开刊行的《西游记》的版本，从过去留下的没有一个版本上写吴承恩著。说那怎么说是吴承恩写的呢？那是因为有两位近现代的文学史大家做的结论，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鲁迅。听这俩人名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锁定了是吴承恩。这两位考证一致认定是吴承恩，就这么着说《西游记》吴承恩著。那么说这个还有疑问吗？有疑问。现在有很多研究《西游记》的人呢，也认为说这个吴承恩不见得是《西游记》的作者，所以现在还有争论。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吴承恩，他跟《西游记》到底有没有关系？咱们看现行刊定的这个《西游记》版本，一般的上面都这么署名：朱鼎臣编辑，这是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呢，叫华阳洞天主人校，校对的校。就这个名字属在历史考证讲呢，有人说这都不是吴承恩。那可为什么非要说是吴承恩写的呢？这是当年呢，胡适和鲁迅两个人都根据吴承恩的出生地淮安，他有淮安府志嘛，就我们现在说的县志、地方志，地方志里写吴承恩著《西游记》。说光有这点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吴承恩是他作者。鲁迅和胡适先生呢，分别从《西游记》里的反映出来的蛛丝马迹来探讨这和吴承恩的生平有什么勾连。这个吴承恩呢，当年呢在这个新野县做过县令县官。新野咱们朋友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火烧新野，他归荆州管。后来吴承恩呢又调到旁边一个县长兴县当县令，这都是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说这个事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你看啊，《西游记》的第一主角孙悟空，咱们说一般呢，一个作者写一小说，这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往往和作者都有几分相像。有人说你的意思吴承恩是猴呗？他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什么意思呢？新野县呢，在中国还有一个号称说新野县呢是属于猴戏之乡。什么叫猴戏呢？不是京剧评剧的演猴戏，耍猴过去叫猴戏。在新野耍猴呢，据说有2000年的历史了。当地人买个猴训练他这个那个这个，耍给大伙看，以此谋生。就是你看吴承恩写孙悟空，那绝不是说一般人就观察猴2天下笔写猴这动作那动作，不是。他从悟空出世，悟空一出世，所有的动作那绝对是猴的那些动作，就你通过他对孙悟空细腻的描摹，就是吴承恩一定对猴有着特别深入的观察，他才能写出来。你看咱们都知道正常人，比方说你这脸上这儿蚊子叮一口，你怎么挠？正常吗？猴不是，猴往上使劲，咱们正常往下使劲。就这些细腻入微的东西，吴承恩的小说里都写了。还有一个明证，孙悟空是石猴，石头里蹦出来的，花果山一块石头。这是这个石头多大呢？《西游记》里有原封不动的尺寸，说这石头高多少呢？3丈6尺5寸。说石头这个周长是多少呢？2丈4尺。这数据怎么这么准呢？现在新野呀，有一个汉代留下来的议事台，就是三乡四老这些人在上头议论，这咱怎么处理这事儿？那台子高3丈6尺5，那台子的周长2丈4尺。就跟花果山这块石头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就由此可见呢，吴承恩很可能从这块石头上
尺寸记录下来。他当时是县令啊，找这三老四少在台上议事，可能他把台这尺寸就记下来。再一个，孙悟空72变，在新野也能找着根据。说这个新野耍猴有个特点，这个猴会戴面具，你念到这儿，夸红脸关公，亮这儿夸白脸曹操，手上能拿面具往脸上戴，就像川剧那变脸似的。所以说孙悟空72变化可能就是从这上面找的灵感。有人说光这点证据，那你要在吴桥那也有耍猴的，那也能写西游记吗？不一定，这里边还有别的证据。咱们前几天呢曾经说过西游记里一些情节时候，讲到西游记里有个地方叫玉华州。这个地方呢，那国王呢后来一心向佛了，把3个儿子呢拜这个唐僧仨徒弟为师，跟他们学法术。这个时候吴承恩呢先在长野当县令，然后调长兴县当县令，先在新野后到长兴，然后转到京王府里头当个小官。那么他在京王府的时候，这京王府名字就叫玉华府。他这里头京王确实有仨儿子，而这吴承恩学问大呀，经常教他3个儿子读书，可能这仨儿子拜唐僧仨徒弟为师就是从这上来的。所以这里头所有地名只有这玉华州是实写，这是京王府，也叫玉华府。当然我这只是粗略呢说2点关联，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考证呢比我说这要细得多，就通过吴承恩一生的生平来找他跟《西游记》里边这个事儿的联系。吴承恩呢，他出生在这个淮安，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咱们以前说过，他爸爸他本来祖上做过官，到他爸爸这辈儿就败落了。后来他长大了，他家里这盼着儿子出人头地啊，得好好学。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吴承恩？过去说承恩，承谁的恩？皇上的恩。一般人给你点这好处，不能叫承恩。意思是什么呢？你得沐浴皇恩，考取功名，给咱们家翻身。吴承恩小时候学习呢确实是好，唯一老师对他有点看法呢，就是除了课程以外，他看闲书看得多，对鬼儿啊神儿啊什么的感兴趣。那是他不对这感兴趣，他也写不出《西游记》。后来这不是10来岁了，开始科举考试。吴承恩呢是1年考不上，2年考不上，一直折腾到40多岁。吴承恩在当地已经很有名了，都说他学问大。管这个考试这官员，搁现在说就招生办主任。说你这人这么有名啊，40来岁了，胡子都要白了，跟这些小年轻混一块儿，行了，给个贡生吧。什么贡生呢？搁现在说就保送，就给你保送上去吧。保送上去按律呢，得到这个省城，然后到京城，把自己这个文凭之类递上去，等着干嘛呢？朝廷给往下给你派官啊，说那儿有个县令刚退，你去顶他去吧；那儿有个道台刚死，你顶他去吧，得上头给你派。结果这吴承恩呢，去是去了，在那一待挺长时间没人理他。为啥呢？你又没钱，你得上下打点才能轮到人给你安排。那都知道清朝时候有句话叫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那你当了县令，那就有搂钱的机会，人凭啥一直安排你呢？所以吴承恩溜溜6年啥官没捞着。6年之后呢，还挺幸运，新野这块县令出现空缺了。行啊，你挺可怜的，快50了，去吧。他就到了新野当了县令。当了2年以后呢，给他平调到长兴县当县令。回去之后呢，这日子过得很不如意。他还挺高寿，活了80多岁才死，但死前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所以这是吴承恩大致一生的经历。这跟《西游记》有联系吗？有联系。吴承恩把一辈子官场见到这些牢骚，基本都发散在《西游记》里。你看啊，咱们可以一步步分析。孙悟空刚上天的时候给个什么官呢？说这个狮吼顽劣，说派兵把他收回来吧，打他吧。严打。太白金星说不，给他个小官，让他上得天来也好约束约束。弄成了干嘛？弼马温。
其实就是养马的一个小官儿。那么第二次孙悟空再上天，齐天大圣上来了，糊弄事似的允许他叫齐天大圣给他整蟠桃园去看桃园去了。说白了，这全是不大点的官儿。他为什么会这样？孙悟空最受不了的是，他都不在乎官位高低，我上天也得逍遥自在。结果你发现天上这些同僚拼命的排挤他，不给他好眼色，也不给他好的位置，都瞧不起他。王母娘娘蟠桃宴，这不让这个7个女儿来摘蟠桃吗？孙悟空在那胡吃海塞呢。一听怎么着？蟠桃宴，孙悟空现出原身，问这个七仙女，把孙悟空气死了。为啥？我齐天大圣啊，我这军衔高啊，我跟玉皇大帝平级，齐天一个蟠桃会不请我。孙悟空急了。这时候孙悟空为什么闹天宫？他知道自个儿啊，再怎么齐天大圣，跟人家拉不平，人家没人瞧得起他，所有人联手排挤他。吴承恩做官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本身比较清廉，其他人联手排挤他，为啥呢？你干嘛呀？你当官，你清廉一个字儿不要，我们下面还想吃想喝呢。所以吴承恩当时在官场受排挤，就和孙悟空在那受排挤是一模一样。所以吴承恩就好比是闯入瓷器店的一头公牛，他不按那规矩来，人家就要排挤他。所以孙悟空在天上受排挤，是吴承恩的一种春秋笔法。你想想，这个地面上大家这个勾心斗角的，你天堂应该很和谐的，玉皇大帝管的，他为什么吴承恩还要这么写呢？就是天上地下一般黑，只要是有官有皇上这地方都一样，哪儿都一样。这孙悟空呢，见过如来佛，见过观音菩萨，见过玉皇大帝，见过太上老君，在天上噼里啪啦这通打，没服过谁。可到了地面保唐僧取经，横垄地里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下来，这些妖怪一个个这么厉害。有人就说，为什么他在天上那些神仙都打不过他，到地上妖怪他都弄不了？说孙猴能到哪儿去了？有个结论吗？天上那些神仙呢，都是给皇上和如来佛打工。说白了，我才不使劲儿，我让你金箍棒碰一下，我犯不上，拿起刀枪准备下打孙猴，赶紧就撤。到地上不一样了，那些妖怪都是自己下海出来创业的，你动他利益跟你玩命。还有重要一点，这些妖怪哪个都有来历。你看那个最开始碰的黄风怪，一刮风把孙悟空眼睛都差点弄瞎。这黄风怪是如来佛祖灵山下边一个黄皮雕鼠，偷吃了如来佛祖那个灯油，下界就这么大能耐。说白了，这哪是如来佛祖怎么不知道这位？说不定就如来佛祖养的一个宠物，就跟那龙猫似的。所以孙悟空碰到这样的动不了人家，就这么小一个人物，但只要是跟着上天这些人在一块待着，下来都有能耐。所以这吴承恩在官场里边轱辘这些年呢，对这个体会非常深。就是说你真想往上走动走动，他这身边的人你不能小看，而且这些人刁蛮刁钻，他要祸害你往死了弄。这就过去官场有句话嘛，叫奴使奴，累死奴。什么意思？主人使奴才可能很宽容，你要让奴才使唤奴才，奴死奴，累死奴。就奴才要使唤奴才，得把奴才累死，因为他最知道这东西我怎么祸害这奴才，自个儿就当奴才过来的。所以这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下来封建专制时代留下的劣根。所以吴承恩在官场看了这么多，他对这个深有体会，他就把这种裙带关系啊，上下勾连呐，奴才使奴才，小鬼难逃啊，这事全搁在《西游记》里头。当然还有一点吴承恩念念不忘，以至于在结尾的时候来上那么一笔，就是唐僧师徒取完经了，到这找佛祖，佛祖说好吧，去取经去，把经书拿出来。按时也再给弄点钱什么的，贿赂贿赂。唐僧也没明白这个，孙悟空这什么事儿？
就没接着下场。结果把这经书搬出来，走挺老远才发现这经书是空的，白纸没有文字。这时候唐僧才醒悟，他俩向我要着贿赂呢。你哪能想到灵山脚下佛祖门前居然还有要贿赂这事儿？找如来佛祖怎么搞的？如来佛祖把这话都放出来了，这唐僧没招了，随身带个紫金钵盂啊，搁现在来说就是镀金的或者都纯金的，反正之前拿来给莫格迦叶阿难陀，这两位得了好处了，才把经书给唐僧。那么这段很多人看到这说，这吴承恩真能糟蹋这个佛教啊，说这佛门取经还得给好处，这不成官场贪污受贿了吗？其实这就是吴承恩当时看到的明朝社会的现状，就说你这个呀，你自己不给点好处，什么事都干不成。如来佛祖就是典型，就我两个弟子向你要钱要贿赂，我管不了，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天天管太严，他们才不拥戴我呢。跟着佛祖啥好处没有，我跟你干嘛？我早跳槽去了。所以这是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我们解读《西游记》啊，说完了这个唐僧几个人，再说说这妖怪。妖怪说完了，咱们就得说比妖怪高得多的人，神仙。你看这个《西游记》里神仙谁厉害呢？太上老君呐、玉皇大帝啊、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但咱们今天说这位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人很低调，而且很神秘，也没什么绯闻。在这里出现一回，展示了令人恐怖的实力之后，再就没出来过。谁呢？地仙之祖镇元子，就是武装关种人参果那位。孙悟空跟他一交手，一个回合就让人灭了，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他跟孙悟空拜了把兄弟了，后来还把人参果树救活了之后，再往后这个镇元子在《西游记》里就没再露面，显得很神秘。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特别神秘的镇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镇元子你要从他的这个职业特征上看呢，这也就是个方外修道之士，基本的职业就是果农，种人参果嘛。而且你看那爱好就经常啊听听神仙讲课呀，搞个培训班，好干这个事儿。镇元子叫地仙之祖，你注意，《西游记》里能称得上祖的就这么三位。太上老君那是道家之祖，如来是佛祖，镇元子是地仙之祖。能叫到这个级别的，那不用问，地位得相当高。而且镇元子特别低调，他可没到处吹我这地仙之祖，不像孙悟空，跟哪个妖怪都说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候拿这挂到嘴边，那说明孙悟空有点底儿虚。他不，你看像现实中也是，如果有人总跟你说我哥是谁，我舅舅谁，我姐夫干嘛的，那不用问，他实力不行，他实力要行还用提这些人吗？所以孙悟空跟镇元子一比，那底儿就虚多了。人镇元子没跟任何人说我地仙之祖，那他这个辈分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西游记》是借旁人之口体现的，就是说唐僧师徒4人呢，经过武装观的时候，赶巧了镇元子不在观里待着，他干嘛呢？去听这个元始天尊讲课去了，就那儿有个培训班，高级 MBA， 他去上课去了。上课呢，就临走的时候告诉2个道童这个有唐僧师徒从这儿过，你到时候呢得好好招待招待他。就这么唐僧师徒来了一进这武装关老道的庙这佛道不是一道吗？一看这老道住的地方，再进到大堂上一看呢，香火供奉，中间就俩字儿，没有什么神像，天地。说白了，您说那几位三清四帝，我们师父朋友九曜元辰，这都师父晚辈儿。这你看我们供这天地，天受得了我们香火，这地还是不一定受得了。为啥？他地仙之祖。
所以通过这俩道童介绍，把镇元子这个牛劲儿一下就给凸显了。后来你看这个孙悟空把人参果树弄翻了要跑，人镇元子回来交手一个回合，师徒四人都拿下，就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后来逼着孙悟空，你得把我果树救活了。孙悟空各处找人去，就找到海外仙山，找神仙吗？找谁呢？蓬莱、方丈、瀛洲三个岛上有三个神仙，福星、禄星、寿星。这仨老头啊，跟孙悟空说番话，说你得罪谁了？镇元子。哎呀，你这泼猴如此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是神仙之宗，你虽得天仙，但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怎么能脱得他手呢？那么这段话里头就等于向我们解释了地仙、神仙、天仙都什么意思。这过去中国道教有本书叫《中吕传道集》，啥意思？钟是钟离汉，吕是吕洞宾，八仙里两位，中吕传道集这里头就解释了什么是地仙，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天仙。你看统称叫神仙，但是各有所指，它是按照下中上来的。地仙是什么呢？凡人修炼到长生不老了，但是练出长生不老了，可升不了天，只能在地上待着，这叫地仙。你像妖魔鬼怪有不少得到的都是地仙。神仙是什么呢？这地仙修炼级别高了，我不屑于在人间待着，我干嘛？到海外仙山上待着去。天仙是什么呢？一直在仙山和天上待着，偶尔到人间来一回，搞个基层调研，然后再接着回去宅着，要不给皇上当官，给玉皇大帝当官。这为地仙、神仙、天仙，它是有区分的。说为什么说孙悟空叫虽得天仙，但是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呢？这就当年呢孙悟空猴嘛，师傅跟着菩提祖师修炼，他是地仙。师傅后来呢，玉皇大帝招安他，让太白金星给带上天了，封他个弼马温。弼马温要搁现在说呀，也就是个古级干部，连副科级都到不了，所以他不算真入真流，他还是个地仙的身子。所以镇元子为地仙之祖，当然就能管着他。所以这镇元子牛在他这个来历。当然他更牛的是他掌握着特别宝贵的资源，像人参果。你可别小瞧人参果，在这个西游记里头你会发现这吴承恩对长生不老四个字是最重视的。孙悟空刚见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说我能教你能耐，孙悟空头一句就是可得长生，就能不能长生不老。他为什么千辛万苦跑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找菩提老祖学能耐呢？他领着这花果山猴子猴孙在这吃喝玩乐了，突然有个老猴躺那死了。所以就说孙悟空学能耐一开始就想长生不老，所以这长生不老是西游记里头重点追求的一个事儿。那么长生不老的资源有哪些呢？其实就有数那么几样，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丹，一个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再一个是传说中的唐僧肉，说吃了长生不老，谁也没吃着，你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再一个剩下为数不多的就是武装关的人参果。你看他这个长生不老，这各有各道。为什么神仙非要长生不老呢？你那么想，镇元子地仙之祖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他凭什么和这三清四帝就能成为朋友呢？这三清四帝都是打开天辟地就有的。何谓三清呢？三清指的呢是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四帝呢是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太皇大帝、后土娘娘。说白了，三清是宗教领袖，四帝是行政长官，这最高级别的。说镇元子凭什么能和这几位都混到一块儿呢？
最主要原因他长寿，只有长寿他才能积攒道行，才能修炼出来，才能和这些人称兄道弟。如果你要不长寿，很快死了再转世的，谁还认识你呀？另一辈的人了。那么镇元子凭什么长寿呢？他掌握人参果，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长生不老是神仙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这个镇元子掌握人参果的重要资源，这资源不差。你咱看那几种就知道。咱就说太上老君金丹，这个金丹炼法很复杂，整个炼丹炉，太上老君一个人请俩帮手，俩小孩道童，呼哒哒呼哒哒扇风练。所以在你那么想，一个老头俩小孩在这炼丹，再使大劲，产量能多少？没多少产量。所以它是道家的稀缺资源。你再看蟠桃，大伙儿记不记着孙悟空一上天管蟠桃园，那个土地神小矮个白胡老头，你看长生不老，天地长寿，神仙你不吃这玩意儿也不行。所以玉皇大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哪个神仙不听我的，得我不给你吃蟠桃，我最后弄死你。可是这蟠桃你这么琢磨琢磨，数量不够啊。地仙不断有修炼上来的，上头神仙都等于公务员，进了这编制就不出来了，你给不给？所以说这蟠桃数量不够，那好，我就得捏住，你听我的我给你吃，不听我的不给你吃，让你饿死，不行给你贬下界，六道轮回，你转世投胎去嘛。所以玉皇大帝是扣着蟠桃这个重要资源。你再看唐僧肉，这玩意都没谱的事儿。你说《西游记》里谁说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的？都是妖怪怎么的？问题妖怪哪知道的？无非是如来佛放出风来了啊！吃唐僧肉长生不老，让这些妖怪奔唐僧使劲，增加唐僧9981劫难这个数量。其实好使不好使难说。再者说，就算真吃了唐僧肉，唐僧肉吃完就没了，不能让你吃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传说中龙肝凤胆似的，说什么最好吃？龙肝凤胆。为什么呢？你没见过，所以它最好吃。什么最吓人？鬼最吓人，你也没见过鬼。所以唐僧肉可望不可及，而且吃完了就没了。所以刚才我说太上老君金丹产量太小，蟠桃要分享的人太多，唐僧可望不可及。这三样你再和人参果一比，劣势就看出来了。人参果什么特点呢？功效非常大。有人说那不如蟠桃啊，人参果就一棵树，10000年就结30个果。但你别忘了，这30果是人家镇元子一人的，蟠桃再多是天底下所有神仙的。所以你要讲稀缺资源，那镇元子这好，自个儿说了算呢。我说给谁给谁，我说教人就教人，我自个儿说了算。而且我这也不用修炼，真要到点不行了，吃个人参果延47000年，然后我再游山玩水。他等于自己修炼，他特别省事。所以福禄寿三星羡慕，你看人家的资源咱不行，大人。所以他有这个呢，有恃无恐，一天游山玩水啊，还听听客气。这不孙悟空他们几个来了，老头呢上天听元始天尊客气，走时候告诉道童好好招待他。道童纳闷说：“师傅这不对吧？咱们是道家呀，唐僧他们是佛家呀，咱招待他干嘛呀？佛道不同谋啊。”这元子说：“你不知道啊，当年呐，如来佛祖搞盂兰盆会。什么叫盂兰盆会呢？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典。他一个道家跑佛教那开盛典去，你说他这得多有闲心吧？游山玩水嘛，我到那儿听客气了。我这元子说：“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那我都学呀。”我去那儿了。这个唐僧是谁呢？他的前世是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子。我当年参加盂兰盆会的时候呢，佛祖二弟子金蝉子给我倒过茶啊，您来了，充当接待员，给我倒过茶，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面之缘。他10辈投胎到唐僧这儿了，从我这儿走，我得尽尽地主之谊，
人当年伺候过我吗？就这么告诉那个道童。等这个唐僧来了呀，你到后院，到人参果树上呢，打下2个人参果给唐僧吃，可别给他几个徒弟啊，就给他。俩道童说好吧。唐僧来了，然后这俩道童打下来给唐僧拿回来。我一看，哎呦，阿弥陀佛，使不得，使不得，罪过罪过！出家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怎么能犯这个戒？人家不吃。这俩道童回来一看，肉眼凡胎不认识，他不吃，搁一会儿这也搁不住啊。那会儿也没冰箱，咱俩吃了吧。他俩给吃了，结果呢，隔墙有耳。猪八戒呢，鼻子什么闻不着，我这被糟践一通完了，你齐天大圣啊，你这糟践你哪受得了啊？孙猴就急了，什么人参果？沙僧坏呀，他不挑唆孙悟空，他在旁边浇油啊，那人参果神妙无比呀！我在天上做卷帘大将的时候啊，海外诸仙把这个当做礼品敬献王母娘娘，我也曾见过，但不曾吃过。你琢磨，那边猪八戒刺激孙悟空，这边沙僧勾他馋虫，孙悟空哪是能消停呆住人，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结果最后惹祸了，把人参果树都给推了。推了他不镇元子回来收拾他吗？一交手1回合就完。说我也知你孙悟空神通广大，我也弄不死你，但是我扣住你师傅，扣住你没问题。你要想解这个危难，你赶紧你给我找人把我这树弄好。这不就这么，孙悟空一看真弄不过镇元子，打不过他，没招了，到处找人。这不找到福禄寿3星，告诉他这是地仙之祖。你以为这哥仨是热心肠吗？无非借这个机会跟镇元子攀攀亲，找这个机会结交资源还找不着呢，正有这机会去吧。最后找一圈，谁解决不了，得找老大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孙悟空硬靠山。观音菩萨一听这信儿，哎呦，也挺挠头，这手拿着净瓶，这手一掐，摆个 OK 的姿势。你看观音菩萨姿势 OK 姿势，你这泼猴，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3分，你如何敢惹他？意思镇元子不好惹。完了，观音到这儿来，用净瓶里的神水把这人参果树弄起来，然后呢，打下10颗人参果款待各位，弄个皆大欢喜。所以从我刚才说这些事儿以及咱讲述这过程，你会发现，如果说《西游记》里头神仙里头真有那么几个狠角色，那镇元子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